3月12号，在今年的人大会议上正式通过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部法律一通过，立刻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啊！很多国际媒体都说了，这是中共在努力同化少数民族，要消灭这些少数民族啊。那么国内呢？那当然了，这个法律还是高票通过的啊！我看了一下这个法律啊，赞成票是2756票，反对票只有3票，弃权票只有3票，那是获得了人大代表的广泛赞同。那么这部法律啊是相当重要啊，它从2023年的11月份就开始启动了。这个立法的小组呢是人大的第一副委员长李鸿忠，他当组长。然后呢，这个历时2年的时间起草了这部法律。那么在2025年的9月和12月2次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最终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正式通过，在今年的7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这部法律啊，我这2天也是认真看了一下。我看完之后的感觉啊，这是中共的民族政策的一次大转向，也是对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一个彻底否定。那么民族区域自治法跟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差别可大了啊！我这里啊，今天给大家重点分析一下啊。那么民族团结促进进步法里面啊，开宗明义前面有个总则，洋洋洒洒几百字啊，像一篇论文一样，也像宪法一样，就论述了我们中华民族这块土地上啊，那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辉煌历史啊。在近代的时候呢，那鸦片战争我们受外国人欺负，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然后起来了反抗，建立了新中国，现在要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个伟大复兴过程中间，一定要建构一个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概念那是过去是没有见过的，应该说是习近平最近几年才提出来的一个新概念。大家可以翻一翻啊，习近平最近几年关于民族的这个讲话精神里头，大概我追溯到最早是2019年，他提出来了一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当然了，这个概念啊，如果你仔细再看历史的话，也不是习近平最早提出来的啊。1937年，蒋介石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叫《中国之命运》。那本书里头啊，他其实就讲了，他说我们中国没有那么多民族，我们就是一个中华民族。然后呢，有5个种族，汉满蒙回藏嘛，5个兄弟，言下之意就是中国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当然还有一个领袖啊，这一点我估计习近平也是同意的啊，一个国家一个领袖嘛，一个政党啊。那蒋介石跟习近平也是一脉相承，现在习近平算是继承了蒋介石的遗志啊，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1984年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跟这有什么区别呢？那民族区域自治法里头强调的是民族平等、民族互治互助，然后呢共同发展。那里头呢明确提到了，在这个民族区域自治里头呢，要以少数民族自治为主体。自治吗？我自我管理啊，你们汉族人不要管我呀，我自己进行管理。这里头就讲到了民族区域自治法里头，重点要防止大汉族民族主义。言下之意就是说，历史上你们汉族人都欺负我们少数民族，所以我们要搞民族区域自治。这个民族区域自治里头，就是我们少数民族自我管理我们自己。那你想想，这中间可就差别大了啊！这一次里头就几乎不再提所谓的民族自己的独立性和自治了，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了。那中华民族共同体要取代什么？那实际上就是取代过去56个民族这样一个相对自治的这一种民族政策。那么在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总则上就讲了，我们这个法律啊，就是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怎么筑牢呢？这是什么叫中华民族共同体呢？那就是说中华民族啊，它是一个休戚与共、共同的一个命运体，共同发展、共同生死存亡都是一起的。包括现在中华民族要伟大复兴了，也要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历史上面对外国入侵的时候，那我们就共同面对这样的一个生死存亡的考验嘛。那这个应该说是跟过去的民族区域自治法那是天壤之别了。那么如何体现这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呢？具体来讲啊，这部法律头有这么几个方面，跟过去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也是完全不同的。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涉及到语言和文字上。我们经常讲啊，对于一个民族来讲，你之所以这个民族能够形成认同，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你有自己独立的语言和文字，
并且在语言文字的基础之上形成自己独立的文化认同。所以说民族区域自治法里头啊，一个核心就是保护少数民族自己的文字和语言。你就比如说，它就规定了，在民族区域自治里面啊，政府的通行语言、通行文字优先使用少数民族的文字。哎，有的地方有一些汉族人在我们这里头，那我们可以给你配一些汉语的文书，但是少数民族的文字是优先使用的。与此同时，在这个语言教育上，你比如说人家少数民族地区啊，都有这些少数民族的语言的学校，那么这些少数民族语言的学校，整个语言教学体系都是少数民族语言。汉语要不要学呢？可以学，当外语学。小学3年级以后可以进行汉语教育，这都是民族区域自治法里头明确规定的。但这一次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里头啊，把过去的这个做法全推翻了。那么在民族区域里头的政府语言里头就明确规定了，要优先使用什么呢？优先使用国家通识语言。国家通识语言那毫无疑问就是汉语普通话嘛，他没有讲汉语普通话，就说国家通识语言。那假如说国家通识语言变成台语，那赖清德的台语。今仔日是世界母语日，我想要念诗给各位听。年老，你已经行远我的身躯边，无额头。你薄板的身影，伫风中渐渐消散。雄雄我才发现，千万蕊的目睭，投向你的背影。字只流过时间。那也可以，但是现在就是汉语普通话。你们所有的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就是政府文书优先使用国家通识语言。实在看不懂的，我再给你配双语的，配少数民族语言，颠倒过来了啊！而且明确规定了，即便不得不使用双语的场合地区，也必须突出显示国家通识语言的优势地位。据说是这个法律刚通过，就很多新疆、西藏地区那些招牌啊，大家都知道，过去民族地区那些招牌啊，都是少数民族语言在上面，下面是汉字。现在据说把上面那些少数民族语言的那标牌上的字都抠下来了，因为将来要搞到汉字下面，因为汉字是国家通识语言嘛。你看到了吗？雷厉风行啊，这是一个方面。关于这个少数民族语言的教育，这个也不一样了，因为过去规定是小学3年级以后才学习汉语嘛。现在是规定，从学龄前的孩子就要推广教育国家通识语言，也就是让他们学习普通话，然后进入到学校以后，也要优先学习国家的通识语言，而且明确规定了，任何人不得阻止学习国家通识语言，你不能以你是民族区域自治的这样的一个理由，阻止孩子学习国家通识语言。那这个是跟过去天翻地覆的变化，对吧？过去是优先保护你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现在是让你优先学习汉语汉字，这是一点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关于宗教，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法里头规定里头啊，任何人不得阻止干涉每个人信仰宗教的自由。言下之意就是你们维族信仰伊斯兰教，藏族信仰藏传佛教，这都是他们的宗教自由啊，这个其他人不能干预。它只是规定了一点，中国的宗教啊不受国外宗教组织的控制。你比如说伊斯兰教，那你国外不是也有伊斯兰教的东西对这些领导吗？那不行。那你比如说这个天主教，天主教那不是罗马教皇吗？他呢在全世界都有领导嘛，在中国不行，只规定了这一点。但这次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里头对宗教的要求，那就是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没有讲你信仰宗教的自由，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宗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间，你要变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啊，这个铸就过程中间的一个工具。你有义务宣传爱国主义，你有义务注持中华民族共同体这样的一个意识，坚持宗教的中国化，促进民族和顺、宗教和顺、社会和谐。那这个跟过去可要求不一样了啊！你如果是完全达到这个标准的话，那其实所有的宗教都相当于党支部了。你想想啊，宣传爱国主义，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促进民族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宗教和顺，那可不就是党支部的功能吗？
大家可以联想一下最近几年那个清真寺把那大圆顶推倒，建成中国的那个山屋顶的那种建筑，其实这就是讲的宗教的中国化。你不能按照其他地区的那个伊斯兰教的方式在中国建清真寺了，就是这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思路了。而且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里还规定，就婚姻上不能以宗教的名义干预婚姻自由。言下之意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在维族地区，那个汉维通婚比较少，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宗教信仰，伊斯兰教嘛。那么现在就规定了，你不许以宗教的名义干涉婚姻自由。言下之意就是什么呢？那人家汉族和维族要是通婚，你这个维族，你要是说伊斯兰跟这个汉人之间不能通婚，因为宗教的原因，不可以。关于宗教，你看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啊，就是说的平等。那么这次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里头明确说到了平等，各个民族都是平等的，不许歧视啊，不许有不平等待遇啊。好像给人感觉是不许汉族歧视少数民族，但其实啊，这里头啊也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转变。大家看一下过去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啊，它其实给少数民族是明确规定的一些优待政策。这些优待政策里头有什么呢？比如说你这些民族干部，他就讲了，要大力发展民族干部，在公务员录取方面呢，那有一些特殊的政策，少数民族干部你就可以比汉族干部更优先的进入到民族区域政府序列里头去。还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民族区域，那学生啊，高考要加分你比如说那个医疗藏族聚集区里面啊，他们从建国以后，其实就坚持了这个看病免费的政策。那你想想，在我们内地，公务员、高级公务员才能享受到免费看病嘛，但是藏族他们就享受了。那这都是民族区域自治法啊给他们规定的。但是现在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律规定，各个民族都平等。那各个民族都平等，就意味着过去的这个民族优待政策很可能要取消。那么这个民族优待政策呢，我们过去很多汉族人把它称之为逆向歧视。你就比如说上个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曾经出台过一个文件，叫两少一宽。两少一宽指的就是说，对少数民族还有民族党派这些人啊，尽量少抓、少捕、少判啊，判的过程中间要宽大一些。很多汉族人就认为这就是对汉族人的歧视。那么在现在各个民族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潜台词是类似这样的政策可能今后都要取消。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明确讲了啊，要促进交流和融合。因为过去的民族区域自治啊，它其实强调的是这个民族你要独立发展，自治嘛，独立发展你要强调本民族的文化繁荣。你像共产党过去还帮助壮族自己创立文字呢，你没有文字，我帮你创立文字啊。现在呢不是了，要创造条件进行交流和融合。你要中华民族共同体，你怎么实现呢？你得交流啊，交流过程中间不就融合了吗？当然这个融合主要指的是少数民族，像汉族融合。你想想，汉族怎么可能融合成满族呢？融合成壮族呢？融合成藏族呢？那不太可能。融合的结果一般来说一定是优势民族基本上同化那些少数民族。那其实现在民族团结促进法里头就明确的讲到了要促进交流和融合，这是4大政策转变。这是我看了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总结出来的4条。那紧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共为什么要制定这部法律？为什么他在建国以后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他要彻底否定呢？那这里头说来就话长了，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其实这个民族的概念在中国近代是才刚刚形成的。中国古代实际上是没有民族的观念的，只有华夷之辨。华夷之辨其实更多的它是一个文化概念，它不是一个民族概念。那中国在汉民族聚居期，在中原地区形成了一个汉文化圈，这个汉文化圈它是一个优势文化，它歧视周围的这些少数民族。但你比如说形容周边这些民族的时候，它都带有一些歧视性的语言。比如说壮族，壮族这个词历史上不是写的这个壮大的壮，而是一个单人旁搁一个同，那个字也念壮，但这个壮呢，实际上在汉语里头它带有歧视性，指的就是说，你看这个单立人旁边一个童嘛，孩子嘛，就是说你们这个民族
都相对于我们来讲，你们就是孩子，你们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等的民族，因为你们文化程度低嘛，所以你们就相当于下等人，相当于奴仆，就是汉族人称这些广西这些地区的民族就是这么一个称呼。后来在建国以后啊，在搞民族识别的时候，周恩来就说了，这个不好听，叫壮族，我们就把这个壮改成壮大的壮，所以有了现在这个壮族啊。北方匈奴，匈实际上是称呼他们这个民族，奴就是奴隶嘛，所以中国历史上对周边的这些民族啊，基本上都是这种歧视的，但是没有民族概念。我记得当时鸦片战争啊，当时那个英国人入侵跟这个满清的军队打仗的时候，那中国的老百姓搬着小板凳在山上看热闹啊。按道理来讲，英国入侵中国，那老百姓应该恨英国人吗？中国没这个概念，他认为这是官府跟外国军队之间的事情。为什么后来三元里抗英呢？那是因为英国人不小心碰了他们的祖坟，所以那些老百姓起来跟英国人打仗。但这中间跟民族是没概念的。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啊，实际上是在马关条约之后，因为马关条约之后啊，汉民族的意识首先兴起了，所以孙中山提出来七出鞑虏，恢复中华，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肇始。但是在1902年的时候，梁启超流亡日本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就提出来了中华民族的概念。那么在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因为当时还是举着孙中山的那三民主义嘛，驱除鞑虏嘛，所以中华民国的辛亥革命啊，最早实际上是汉地的这些省以独立的情况，然后成立的中华民族嘛。所以这个最早大家可以看一下武昌起义，那南方各省纷纷响应独立，搞的那个旗子就是18省兴旗。那个18省兴旗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就是汉地18省，中国本部。当时认为这个除了汉地18省以外，其他地方都不是中国呀。但是呢，中华民国一成立，清帝一退位，马上面临一个问题：大清帝国的历史遗产你要不要继承啊？你肯定要继承啊。这大清帝国的治理的时候啊，它其实把这个国家分为5部分，一部分呢是中国本部，也就是说辛亥革命搞的那本部18省，再加上4大藩部。这4大藩部一共呢就是一个东北，他们满族的龙兴之地，蒙古，对吧？再加上西藏，还有新疆。那这4大藩部的土地你要不要？你肯定得要啊。那么当时中华民国就提出来了汉满蒙回藏5族共和的概念，所以最早的中华民国的国旗就是5色旗，这5色实际上就是汉满蒙回藏了。当然这里我要讲一下，这个回不是指今天的回族啊，它指的是新疆那个地方它信仰回教的那些少数民族的统称。大家可以看一下汉满蒙回藏里头啊，除了汉族以外，剩下的蒙回满藏这4个地方正好对应的是清朝的4大藩部。所以汉满蒙回藏5族共和其实就是为了继承清王朝的历史遗产所设置的议题，实际上也充满功利性的啊。但是后来到中华民国建立，北伐，然后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后啊，蒋介石其实对整个清朝的藩部啊那个态度啊，其实还是继承了清朝的一套治理方式，也包括中华民国刚成立，北洋政府也是如此。这些地方历史上清朝对他们的藩部的治理啊，就基本上是封建社会的册封嘛。那在蒙古地区是有旗，清朝在西藏那个地方就是册封达赖和班禅嘛，搞一个驻藏大臣嘛，在新疆也差不多嘛。中华民国基本继承了这套体系，但是后来共产党啊，它成立以后，它的民主政策啊，我看了台湾有一篇论文，他专门研究跟国民党不一样。为什么跟国民党不一样呢？或者说为什么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里头讲到中国只有中华民族呢？有5个宗族呢？实际上因为当时的很多藩部，他的统治他延伸不到，比如说新疆，比如说西藏，他其实管不着嘛，所以他希望把中央政府的权力延伸到这些地方，所以他提中国就只有一个民族。但是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当时的民族政策受2个因素的影响，一个因素呢是受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就认为民族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当然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后啊，这民族就消失了，大家就建立一个大同社会。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国民党控制不了这些区域啊，共产党都希望
建立跟他关系比较密切的组织。所以共产党就开始强调民族自治。民族自治这个概念，实际上共产党在1941年的时候就明确提出来了。你就比如说内蒙，内蒙这个地方，共产党就策动内蒙古的王爷啊，他说：“你看，国民党没安好心呐。国民党说什么民族没有蒙古族，只有中华民族。有，中国有啊，你们蒙古族就是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啊，你们应该搞自治啊，我们共产党支持你啊，你们跟国民党对着干呢。”在新疆也是如此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内蒙古自治区是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要早的自治区啊。所以共产党的这样的一个功利性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地方要建立那些让国民党无法控制，但是我们共产党可以参与期间的那些地方性的自治这样的一个政治体。那后来到了1949年啊，这个共产党夺取了政权，这个时候呢，共产党民主政策又受到2个因素的影响。一个因素的影响呢，就是苏联，人家成立了，苏联那地方民族就多了几百个民族，然后成立自己的加盟共和国。那老毛呢，当时也有点好大喜功啊，说苏联有这么多民族，那我们中国也不能太少，汉满蒙回藏这就5个民族，这太少了，对不对？所以在中国就开始搞这个民族识别运动。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也就是受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的民族观的影响。斯大林的民族观，什么叫民族？4个标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地域。于是按照这个标准，就在全国开始搞民族识别了。这民族识别就热闹了啊！据说是全国一下报上去400-500，光云南一个省就报了260个民族，那这就乱套了。然后国家就专门搞识别哪些东西算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这个工作呢，一直搞到1979年，正式定调是56个民族。但事后来看，这56个民族的民族识别啊，有很多标准是比较扯的。如果要是严格按照民族的标准，根本到不了56个民族。那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内蒙古有蒙族吗？还有个鄂温克族。其实这个鄂温克族啊，加起来可能也就1000把人，它其实就属于蒙古族的一个分支。但是呢，当时就被定位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还比如说东北那个地方有锡伯族，有赫哲族，还有这个达斡尔族。其实这几个民族跟满族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基本是属于满族的一个分支，但都被定义为了独立的民族。但是有很多可能本应该分开的也没分开，比如说在藏族啊，西藏里头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民族叫夏尔巴人，就是那个爬珠穆朗玛峰带着大家去上珠穆朗玛峰的那个啊，因为他们在高山生活，他的血液里头那个含氧量特别高，所以他能带全世界的探险家爬珠峰。夏尔巴人在很多国外被认定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但是在中国就没有被认定为独立的民族。你说他是藏族吧，他好像他们自己也不认。所以直到现在，据说全国还有60万左右的没有识别的民族。所以这个所谓的民族识别基本是一锅烂账。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推广下，当时这个民族识别还是比较真诚的，所以一下识别出56个民族嘛。这民族区域自治后来在1984年就正儿八经的通过立法，就这么搞起来了啊。但是这个民族区域自治啊，应该说最后搞了一些年之后啊，遇到了挑战。哪些挑战呢？一个是大家都是西藏319叛乱，我说的这个叛乱是打着引号的啊，那很多藏族人都认为是起义嘛。另外一个呢，就是新疆的7·5事件。那么这2起事件呢，让共产党感觉到，就是这个民族区域自治法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呢好像有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就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这个民族会逐渐走向消亡。但是呢，这些民族区域自治啊，越自治，这民族好像给人感觉他的自我认同越强，自我认同越强，还妨碍到了我们整个国家的统一啊，甚至这个民族之间的和谐发展呢。那么这个实际上，他这个民族政策经过30-40年的拉扯，中间其实也有过反复啊。比如说新疆，当年派张春贤过去，那采取的就是怀柔政策啊。那张春贤到了新疆之后啊，到了大巴扎，晚上跟那新疆人套近乎，但最后呢，导致新疆的暴恐不停的出现。那么最终让这个中共认识到，经济发展并不一定会导致民族之间的关系必定走向和谐，相反，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
一定会产生更多的独立意识和分离意识。所以在7·5事件之后，无论在新疆还是在西藏，都开始采取高压政策。新疆搞集中营，然后无论是新疆人还是这个西藏人，他们自己都不能申请护照，他们是没有权利出国的。包括你新疆人到内地来，你都得写介绍信，你没有介绍信，你到北京，你连酒店你都住不了。那么这些高压政策导致最近几年啊，新疆的暴力袭击事件的确减少了。但是啊，中共可能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你也不可能长期把新疆都变成一个大的集中营或者学习营，那怎么终局性的解决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分离意识或者说宗教意识下的冲突问题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制定了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个人觉得啊，他们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是受这样一个启发。他说你看看了吗？当年的汉满蒙回藏，再加上这个壮族、满族，现在有没有民族问题啊？没有。为什么满族没有民族问题啊？因为满族实际上啊，它已经被同化了。满族这个民族还存在，但是语言已经死掉了。所有的满族人现在基本上都讲汉语了。壮族虽然是最大的一个少数民族，但是壮族也没有民族问题啊，因为现在说壮语的也几乎没有了。所以，如果蒙古人，如果这个藏族，如果这个维族人也都像满族和壮族人一样，那其实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嘛。所以我认为啊，他们内心啊实际上是这么想的，但你不能这么说呀，不能这么干呢。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提出了一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咱不叫汉化啊，你不能说啊，我们也反对大汉族民族主义啊，我们提出来叫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指汉族，是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共同的文化载体。然后我们融合起来，变成这么一家人，一个民族，几个兄弟之间的关系。那于是乎，我们就得融合啦。我们的语言文字，你们就不能再搞独立啦，你都得学普通话啦，你都得学汉语啦，你其他的少数民族语言，你要服从于中国的通识语言。那么通过这种方式，你比如说包括宗教，你宗教你要承担起中华民族共同体筑牢的这个历史使命，包括过去的那个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方式也改变了。我前面不是讲了吗？民族区域自治里头啊，少数民族的治理一方面是优待，另外一方面其实是防范。你比如说民族区域自治法里就规定啊，这个区域自治法里头的政府官员都是少数民族担任的，汉族人不能当，当然了，党委都是汉族人当的啊。所以你看呢，这是两条线，一方面给你优待，你的上学呀、高考啊、学习呀、公务员呐，这都给你优待了啊。但另外一方面是对你采用不信任的防范措施，比如说在西藏，其实采取的还是大清帝国那套统治方式啊，对达赖和班禅进行册封、精平撤迁。然后呢，达赖和班禅10几岁的时候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你想想，共产党作为一个无神论的政党，把这个宗教领袖当成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这本身是非常荒谬的，对不对？所以文革时期就把这些和尚都给砸烂了，寺庙都砸烂了。其实文革时期的理念还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但是不行啊，你统治这个过程中间无效啊。那最后，那现在要复归传统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共产党对民族区域自治的这个方式，一方面优待，一方面防范这个方式啊，那么现在也要逐渐改变了，就是要尽量推行所谓的平等，对这个两少一宽呢，对你这个少数民族的优待啊，可能慢慢的要取消了，大家不要有区别，都是一起的，你只要融入我们，你就平等了。当然你不融入，那可能不平等。这是现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对这个宗教也是采取了这种所谓的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把宗教变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现的工具。同时大家可以注意到了吗？习近平的讲话也好，包括这次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里头也讲到了，讲到的是要共同构建精神家园。什么叫共同构建精神家园？这个共同构建精神家园，言下之意就是说什么呢？大家都过一种世俗生活，你每天好吃好喝，经济发展，你老想那么抽象的事情干什么？你老搞那个宗教干什么？其实这就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的一个核心的理念。
那么最后我要讲一下，就是这个政策啊，它将来会不会有效，其实取决于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中共可以在多长时间内持久的推广这项政策。假以时日，假如说经过2、3代人，这些少数民族全部都讲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那这套措施从统治逻辑来讲，它可能是有效的。实际上，宗教历史上也是如此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维吾尔族啊，历史上他们在新疆是原住民，但他们早期信仰的是佛教。后来在10世纪到12世纪啊，新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次宗教改变运动。当时中亚这些穆斯林的这个民族进入到新疆之后，强迫当地的维吾尔族人改信伊斯兰教。后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了，这个维吾尔族人已经忘记了历史上曾经信仰佛教的历史，那现在信仰伊斯兰教也非常虔诚。所以人类社会啊，它的文化可塑性是非常强的，就包括语言，包括文字，包括文化认同。当然这个过程中间，从另外一个视角看，可能这就是不平等，可能充满着某种强迫。你比如说2020年的时候，在内蒙很多人就抗议啊，当时就想要在那个学校里头1年级就推广汉语教材，很多内蒙人出来抗议啊，但是现在已经把它正式变成一个法律，就这么实施了。那么我前一段时期看那个中天那小姐姐叫何慧荣，到伊犁那个地方街头去直播，她正好碰到2个维族的小孩子，她上去就问他们，我看那2个维族的小孩啊，跟他都用汉语普通话来交流，汉语说的挺好的。伊犁那个地方那应该是维族高度聚集区，汉族人是非常少的，那普通话说的已经相当不错了。假如说他真的通过这种方式能够经过2、3代人强力推广普通话的话，真有可能就实现这个所谓的中华民族的共同体的构建。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我现在才发现一件事，没有人背书包对耶，但有带着课本的。Hello， 能借我看看你们的课本吗？这是数学课本。数学课本5年级都上些什么？除法。简便计算。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乘法，然后有些还有加减法。加减法，先学的加减法。小数加减法。小数的小数点的加减法。对。那乘法、除法都有。语文类会学些什么呢？比如学古诗、日积月累，然后看拼写词语，然后能背个几首诗吗？你比较印象的，或是你最喜欢的？我想要念诗，给各位听。年老，你已经行远我的身躯边，无越头。你薄板的身影，在风中渐渐消散。雄雄，我才发现，千万蕊的目睭，投向你的背影，字只流过时间。这首诗是詹美婉老师所写的诗。能借我看看你的作文本吗？有写什么吗？写作文。写作文啊，能跟我们介绍一下都写些什么吗？分享一下。就是写那些，写些什么？你给我们看一眼嘛。就是写在书上那些作文。然后老师会让我们写。你有写吗？里面有写吗？这是新的。新的还没写呢。今天有给什么题目吗？老师以后去学校会说。到时候会出题目的。你多大了呀？11。11岁是小6、小5、5年级、6年级、6年级啊！好好加油啊！谢谢你，拜拜，拜拜。害羞的男孩，但是还蛮可爱的，眼睛好深邃啊，是个小帅哥。这个我们现在要往